老婆去瑞典公干前一晚，我把她的药换成了叶酸片。萧凡，我的行李箱你帮我检查一下。检查好了。我常吃那盒药放进去了吧？国外买起来麻烦。放了。证件呢？护照、签证、工作证都在前面的拉链袋里。6个月够久的。没办法，瑞典那边项目组缺人手，领导点名让我去。瑞典那边还是上次年会那批人接你。我记得有个外国同事叫什么 Eric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上次年会见过，随口问问。明天走了，半年才回来。太累了，明天7点半的飞机。柳如烟，如果我猜错了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柳如烟，别让我等到那个结果。那我走了。路上小心。开始吧。离婚协议我拟好了，随时可以签。房产、车辆、存款，按你说的方案分割。房子给他，车归我，存款各一半。老同学一场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确定不争取更多？行，你想清楚就好。另外，你让我查的那个瑞典人 Eric Lindford， 我查不到他的全部行程，但能查到公开露面的部分。去年3个月，他在国内参加过4场商务活动，其中3座城市正好是柳如烟出差的地方。这些够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倒计时6个月。为什么非要等6个月？现在协议都拟好了。他说去6个月，那我就给他6个月。6个月后，看看他带回来的是不是只有行李。肖老师，审计报告我们收到了，尾款47万今天打过去。款项按合同走，报告后续有问题发我加密邮箱。萧凡，如烟走了，你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吧？正好柳杰最近想学着开店，你先借他15万应应急。妈，我手头也紧。你紧什么啊？我姐工资卡不都在你那儿吗？你一个翻译1个月好几千块，又不出门花什么钱？那是如烟的工资。如烟是我闺女，我替她做主，怎么了？姐夫，你把钱给我吧。没有。什么意思？我妈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妈说的，我没答应。姐夫，你这就没意思了啊！我姐在瑞典给你挣面子，你在家连这点忙都不帮。上次的8万先还了再说。那点钱至于吗？至于。萧凡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姐嫁给你算是委屈了，我爸妈一直没说什么，你该感恩才对。从结婚到现在，你找我借了31万4千块，1分没还，这是记录，每一笔都有转账截图。你还记这个？我做翻译的，对数字敏感。你行，萧凡，你等着！操！那边还适应吗？还行，就是时差有点难受。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自己做的？你茶几上怎么有2个杯子？我一个早上喝咖啡，一个晚上喝水，不行吗？对了，我化妆包里的药我找到了，谢谢你帮我收拾行李。你检查过了？没仔细看，就是确认在不在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先挂了，明天还有早会。好，早点休息。你让我留意柳如烟身边的人，有新发现。方林那边有点问题，他帮柳如烟订过一顿瑞典餐厅的双人晚餐，备注名字是 Eric。方林不在瑞典项目组，所以这顿饭不是他自己的。普通同事不需要闺蜜帮忙订餐。证据都在这儿了，你还要等？等最后那个结果。你的离婚协议我已经定稿了。另外，有个事要告诉你。你那个前客户周远航，就是华盛集团的那个，上周托人找我，说想请你做一个安全系统的升级项目，
报价800万。拒绝。为什么？那可是800万啊！我现在不想接他的项目。肖凡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手里的技术值多少钱你自己清楚。你窝在那个小生方室里接散活，一年赚个100把万，对你来说就是玩。你要正经开公司，我说了不想。因为柳如烟，她说不喜欢你太忙，你就把客户会全排到她上班的时候。她说做安全这行危险，你就3年不在她面前提项目。她以为你是翻译，你就真让所有人都这么叫你。这件事跟他没关系。跟他没关系。你清华毕业，网络安全硕士，在这行排名前10的独立顾问，结果你老婆家里人管你叫那个翻译的，他3年都没问过你到底在做什么，你也真就一句都不解释。你知道上个月柳杰在外面怎么跟人介绍你的吗？他说他姐夫就是个在家翻译文件的，吃软饭。吃完了吗？走了。肖凡，赵磊，再过4个月就有结果了，在那之前，我什么都不会变。姐夫，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来，咱俩喝2杯，当我赔罪。钥匙，啊，柳如烟给你的备用钥匙。姐夫，你这还我。行，给你。不过我跟你说，肖凡，你这人太小气了，难怪我姐。她跟你说什么了？她说你越来越没意思，天天在家守着电脑，跟你过日子像守活寡。你也别怪她去瑞典，换谁天天面对一个闷糊涂，都想出去透口气。她还说什么？跟我喝2杯，我就告诉你我姐到底怎么说你的。那你可以直接走了。肖凡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不近人情？我姐不在家，你至少跟我客气点吧，我可是你小舅子。对，一个借了31万不还，还拿备用钥匙进我家的小舅子，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姐，让她回来跟你好好算算账？随便，慢走不送。柳杰来过，柳如烟给的备用钥匙。你看看这个 ，Eric 的公寓离柳如烟公司步行12分钟。3个月前多了一张互入卡，申请人缩写 LY。他用钥匙进我的家，他用门禁进别人的家，真是亲姐弟。帮我找个新住处，2室1厅，安静点的小区，月底前搬。你提前搬了，不等结果出来了？不等了，已经够了。你就这些家伙活？够了。旧号码我帮你停了，新号码在这里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。方林不华，他还能递消息？那这个呢？之前你拒了，现在还拒吗？不拒了。你终于不装了。该工作了。就是这间，地方不好找啊。你现在真住这附近？安静。肖凡，你的系统方案我看了，非常好，但我有个额外的想法，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华盛？不是打工，是技术合伙人。什么条件？你负责整个集团的信息安全体系搭建，我给你5%的股份，按现在的估值，大概值3个亿。不用觉得我大方，华盛一旦出安全事故，损失就不是3个亿。你能把这个洞堵上，这钱我花的值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可以，不着急。对了，你上次帮包头做的那个项目，里面有个技术细节，我一直想问，你是怎么在48小时内定位到那个漏洞的？我们自己的团队花了3个月都没找到。经验。你这种经验，全国找不出5个人有。考虑好了给我电话，股份的事可以谈，5个点是底线，上不封顶。肖凡，我是方林，你方便聊2句吗？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跟踪你。周总助理订会客时，把定位发到了之前那个项目对接群，我看见地址才过来的。有些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，如果你愿意听的话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到什么程度？全部。瑞典那边还有什么新的信息吗？ Eric 的公寓3周前有一笔家具子采购记录，1套婴儿床。确认了。确认了，送货地址就是那个公寓。还有一件事，柳如烟上周向公司申请了延长外派时间，从6个月延长到1年。批了吗？还在审批中。赵磊，离婚协议准备好了吗？
随时可以寄。先不寄，等他回来。如果他延期到1年呢？他会回来的，你怎么确定的？他的项目进度我看过了，公开资料里有，瑞典那边的项目第1阶段已经结束了，第2阶段的团队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是以项目为借口申请延期，但实际上公司没有理由批准。对，他要么回来，要么辞职。萧凡，你一开始就算到了这一步。我只是做了最坏的假象，然后每一步都验证了。下个月我去上海，你要公开露面了。他该回来了。肖老师，周总在后台等您。考虑好了8%。成交。肖先生，您这边准备上台了。先去讲，合同下来再签细的。下一位演讲嘉宾萧凡先生，清华大学网络安全硕士，华盛集团技术合伙人，曾参与多个企业级与政府级安全项目。今天不讲概念，只讲企业数据怎么真正守住。肖总，我们集团也想做安全评估，肖先生，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？各位慢一点，肖老师后面还有安排。肖先生，有氧，我是明远资本的合伙人李钊。我对你的技术方案很感兴趣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创业？暂时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我愿意做你的第1个投资人，随时联系。瑞典那边又来了东西，方林发了一张柳如烟的近照，湖边拍的，穿着宽松大衣，肚子已经挡不住了。方林只配了一个太阳表情，他应该是故意让你看到。那封协议还等吗？不等了。他的回国航班定在下个月16号。知道了。你准备怎么面对他？不面对，我搬了家，换了号码，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。他回来找不到我，他联系不上我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找我的朋友，而你是他知道的唯一一个我的朋友。你连这个都算好了。到时候你就把协议给他，记住，不要告诉他我的新地址和新号码。明白。萧凡，赵磊，萧凡去哪儿了？他搬家了，为什么？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他手机打不通，微信也加不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里？刘女士，萧凡委托我转交一份文件给你。什么文件？你打开就知道了。我不同意离婚。萧凡已经签了，你可以看完条款再决定签不签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突然这样？萧凡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，祝你和 Eric 幸福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刘女士，协议你可以带回去看，萧凡的地址和新号码我不会告诉你。他是不是连见我一面都不肯？他走了。他怎么说？哭了，不同意离婚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他问的是怎么知道，不是 Eric 是谁。这就够了。肖总，外面有2个人找您，说是您的家人。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姐看到这张照片，认出你后面的华盛集团标志。你不是在家翻译文件吗？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了？萧凡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凭什么跟如烟离婚？你凭什么搬家不告诉我们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这里是我的工作单位，有什么事我们换个地方说。不换，就在这儿说。大家都看看啊，他现在发达了，就不要我女儿了。你让我闺女哭了3天，你知不知道？姐夫，不对，萧凡，你厉害了，搬家拉黑一声不吭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如烟怀着孕，你这个时候逼她离婚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怀孕？你问过她怀的谁的孩子了吗？谁的？她是你老婆，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你不认账？我姐在国外怀着孕，辛辛苦苦的，你在国内给人翻译几份资料，就真把自己当老板了？问你女儿，问她 Eric 是谁？
问他为什么肚子大了不敢回来。萧凡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再他妈乱说，我弄死你！肖总，这是肖总，你在这儿上班，不是给人翻译资料吗？他是华盛集团的技术合伙人，负责整个集团的信息安全中心。要不要我介绍一下肖总的具体职务？不用，他们只是来问我一件私事，已经说完了。你们可以走了，出门右转，1楼大厅有出租车叫车点。他不是个翻译。萧凡，柳如烟让我联系你，她说有话要跟你当面说。我不是来替她吵架的，也不来替她作证的，我就带一句话。瞎说，她说她可以解释。没有必要解释，离婚协议在赵磊律师那里签了就行，不需要当面。她不会签的。那就走诉讼。萧凡，你真的不听她说吗？方林，你知道我知道什么，你也知道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他这么说，他说签协议就行，他连见我一面都不肯。如烟，他手里真的有很多证据，他不是平白猜到的。我只是想跟他说清楚，可你能说清楚什么？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现在，你看看你自己的脸色。华盛早就下班了，你现在去，连前台都见不到。那我明天去，他不见我，我就去华盛等他。萧凡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前台说我是你太太。我们在走离婚程序。程序还没走完，我还是你太太。有什么事说吧。我们能找个地方坐下来谈吗？就在这儿说。萧凡，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，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Eric 他是我的上司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。你在他的公寓住了4个月。那是因为公司安排的宿舍太远了，他让我暂时借住。柳如烟，你在他家买了婴儿床？那不是我买的，是他自己买的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。萧凡，听我说，Eric 和我是发生过关系，但只有一次，那次我喝多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一次？是的，就一次，之后我就搬出来了。那个孩子几个月了？4个半月。你的末次月经是什么时候？你回答我。11月底。12月中旬，你到瑞典才40天，所以你的只有一次是在你到瑞典40天的时候就发生了。不是的，是 Eric 请了整个部门吃饭，我喝了酒。不对，我一直在吃药的，怎么会？小凡，我的药，你动了我的药，对不对？你换了，对不对？你故意的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你从一开始就在设计我。我没有设计你。那你为什么换我的药？因为如果你忠诚，吃叶酸还是避孕药，没有任何区别。你把避孕药换成叶酸，叶酸那是帮助怀孕的东西，你故意让我……我强迫你上 Eric 的床了吗？萧凡，你太残忍了。残忍？你在瑞典跟别的男人睡觉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个词？我说了，只有一次。无所谓几次。柳如烟，我不想跟你在大厅里继续说这些。离婚协议你签不签？我不签。那我们法院见。萧凡，你就这么狠心？我们3年的感情，这3年里，你有没有了解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以为你嫁了一个翻译，你妈以为你下嫁了，你弟弟叫我吃软饭的。3年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，而我在背后看了你3年。没吃，凉了。他走了，在大厅里坐了半个小时才走的，哭了。他旁边还来了一个人，方林扶着他走的。萧凡，我不该问，但你现在什么感觉？没感觉了。行，诉讼材料我开始准备。对方如果不签协议，走诉讼的话，你要提供证据。你那些证据够了，如果需要更多，我还有他和 Eric 在公开社交媒体上的互动记录。亲子鉴定要不要做？不需要，
孩子不是我的，这一点不需要证明。出国前1个月，我和他没有任何接触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你刚在楼下跟他吵完，现在看就看这个。这个今天要给周艳峰。肖总，有一位老先生说要见您，他说姓柳。让他上来吧。坐吧。肖总，叫我肖凡就行。你瞒得够深的。不是我瞒，是没人问。如烟的事，我已经问过他了，他确实对不起你。他说喝了酒，犯了次错，他也不想怀孕，他以为自己一直在吃药。他确实一直吃药，只不过被我换成了叶酸片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不确定，如果我冤枉了他，叶酸只是维生素，对他没有任何伤害。如果我没冤枉，那你得到了你要的答案。如烟她现在怀着孕，状态很差，如果打掉，她身体受不了；如果不打掉，这个孩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，但离婚的事能不能缓一缓，让她先把身体养好？我已经缓了6个月了，我把所有的缓冲时间都用完了，现在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签字。如果他不签，法院会做出判决。潇潇，你比我想的要硬气。你换样的事，如果当时你直接问他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我问了，他会承认吗？肖总，赵律师按访客流程登记了。他说刘女士那边有一份预约确认，需要当面交给您。让他进来。他说想3方谈一次，要你在场。行，那我回律所准备。方林怎么也在？刘女士坚持要带一个人来。谈吧。肖凡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吵架，我想好好跟你说几件事。第一，我和 Eric 的事是我做错了，无论原因是什么，酒后也好，寂寞也好，是我的错，我不找任何借口。第二，关于孩子，我已经决定了下个月去做手术。第三，你换药的事我不打算追究，虽然你确实侵犯了我的知情权，但我承认，如果没有这件事，我可能永远不会面对这个问题。第四，我不同意离婚。理由？因为这件事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你用极端的方式验证了我的忠诚，结果是我没有通过。但萧凡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婚姻没有好的时候。前2年我们是好的，我想回到那个时候。回不去了。你试都不愿意试。你让我试什么？假装不知道你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假装一切没发生过。我说了，孩子我会处理。这不是孩子的问题。柳如烟，你到瑞典第4天就跟别人上了床40天。你知道从你出门到你出事我在家干了什么吗？萧凡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告诉你我的真实工作吗？因为你说过一句话，你说我不在乎你挣多少钱，只要你陪着我就行了。你做到了，你一直做得很好。但你没有做到。可惜啊，你让我在家当丈夫，让 Eric 在瑞典当情人。不是这样的 ，Eric。我不想听 Eric 的名字。刘女士，肖先生的态度很明确，如果你不同意协议离婚，肖先生将提起诉讼。让他起诉好了，法院也不会判一个怀孕期间的女人离婚。刘女士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在女方怀孕期间、分娩后1年内或终止退婴后6个月内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，但有一个例外。什么例外？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情况，比如女方存在重大过错，包括婚姻期间与他人同居。如烟，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。萧凡，你真的一点余地都不留。你出国前1晚上我就已经把余地给你了，那板鳖酸片就是你的余地。萧凡，你怎么能这么狠？这么晚叫我过来，什么事？柳如烟请律师了，律师函是下午送到我律所的。对方律师的诉求很清楚，不同意离婚，理由是感情尚未破裂。同时，对方提出了一个反诉，要求男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。
理由是男方未经女方同意私自换其药物，侵犯了女方的身体自主权和知情权。他要反诉我，对方律师还算有水平。你换药这件事确实存在法律风险，如果他真的追究，你可能面临一些麻烦。什么级别的麻烦？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不会太高，但如果法院认定你有过错，可能会影响离婚财产分割。不过他要的不是钱，他要的是让法院认定你也有过错，这样他在道德上就不完全是被告了。好，那就让他试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有一样东西，等开庭的时候用。什么东西？Eric 发在公开社交平台上的柳如烟在他公寓里的背影，配文是期待你来，发布时间是他出国前1周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是到瑞典以后才开始的。他说的酒后一次是骗我的。为什么你之前不拿出来？因为之前不需要。他如果签协议，这些证据永远不会出现。是他自己选择打官司的。一会儿上台别太低调，今天大半个科技圈都在。领个奖而已。下面颁发本年度技术贡献奖，获奖人萧凡先生。林总，你认识？像一个人。谢谢评委会，也谢谢华盛集团。技术的价值最终要落到保护真实人和真实的企业上。谢谢。萧先生，你是柳如烟的？如烟，你老公就是在家翻译文件的。对啊，他比较宅。前夫，快了。你是华盛集团的技术合伙人？是。可是如烟说你……我确实做翻译，技术文档、中译英，偶尔接几单。这个奖，上一届的获奖者是张院士。我知道。萧先生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我们公司的安全系统也需要升级。可以，让你们的技术负责人联系华盛集团就行。那谁？我前妻的上司。他的表情跟被雷劈了一样。柳如烟撤了反诉。什么？他不追究换药了。想明白了。你现在不是那个翻译了。他要是把事儿闹大，丢脸的是他，但他还是不同意离婚。下个月12号开庭，到时候见。证据都在，今天别被他的情绪带走。刘女士，进去以后只回答法官的问题。原告方陈述诉求，请求判决离婚。被告婚内出轨，并已怀孕，原告放弃房产份额，只保留婚前财产。被告方，我方认为感情尚未破裂，被告处于孕期，请求驳回。出国前1周 ，Eric 发过柳如烟在他公寓的背影照。Eric 来中国3个月，行程和柳如烟出差城市高度重合。瑞典期间，他办了 Eric 公寓出入卡，孕肚照片和时间推算足够说明问题。被告方对证据有异议吗？被告承认存在不当关系，但不是长期同居。出入卡连续使用4个月。被告方还有要补充的吗？审判长，我能说2句吗？可以。萧凡，刘女士，请对审判长说。审判长，我承认我犯了错，但萧凡在我出国之前就已经计划了一切。他换了我的药，他联系了律师，他准备了离婚协议，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我改正的机会。原告方回应。审判长，被告说的没错，我在他出国之前就开始准备了，因为在那之前，我发现了足够多的疑点。什么疑点？ Eric 给他发信息说，瑞典的冬天很美，等他来，他主动申请去瑞典，以出差为名频繁在外过夜，所以用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方式来验证。休庭30分钟，双方可以先行调解。赵律师，我的当事人同意签协议。条件呢？条件不变，房子归刘女士，车归萧先生，存款对半分。还有一个，他希望萧先生当面说一声对不起。为换药的事，
对不起，但我不是为了换药的事，是为了在你面前装了3年翻译。签吧。双方确认自愿签署，财产分割按协议执行。调解书生效后，婚姻关系解除。肖总，私人邮箱有封旧联系人邮件，系统转到工作邮箱了。肖凡，孩子出生了，是个女孩，我在斯德多尔摩，一切安好。对不起。需要回复吗？不用。肖总，华北节点今天要不要提前切换？先压测，别为了快，把风险留给客户。华盛上市了，你那8%解禁后超过15亿，真不卖？不卖。别人拿到钱先买车买房，你倒好，先扩团队。系统稳，比什么都值钱。肖凡，你现在考虑创业了吗？你还记得1年前我说过，你想上创业的话，我做你第一个投资人，这个承诺一直有效。多少？你要多少我给多少，3个亿起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好，不着急。决定好了，成盛的体系已经搭起来了。新公司叫什么？顿安科技，做中小企业安全。大企业钱多，你偏去啃中小企业，他们不是不需要安全，是以前用不起。行，我个人追投1亿，钱到位，人也到位，接下来看你的了。肖总，中小企业真会为安全付费吗？会，前提是我们把价格打下来，把效果做出来。 B 轮估值30亿，肖总签不签？合作愉快。够了。萧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回国了。他叫安安。Eric 呢？分了，1年半以前。他不管孩子。他每个月打抚养费，但不见面。我不是来找你复合的。我知道。我只是路过，看到你公司的招牌，想看看你。妈妈冷。好，我们走了。萧凡，当年的事，我确实对不起你。如果时间能重来，重来不了。也是。那再见。再见。C 轮意向书涂好了，预估估值50亿，恭喜。50亿，你就看一眼。方案今天要交。一个人挺好，早该扔了。